韩国后任总统露出野心，想在中美之间左右横跳，可别变成下一个别连斯基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被称为是韩国版的特朗普，其上任后将如何冲击东北亚的战略格局，已经引发了外界的关注。近日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刊登了这位韩国后任总统的专访，他在采访中夸夸其谈，表达了自己极度亲美的态度，但又不想与中国翻脸，甚至想要利用中美矛盾让韩国火中取栗。在谈及美中关系时，他表示，美中紧张局势的持续对韩国来说可能是机遇，也可能是风险。自己相信有办法确保美中和平、共同繁荣和共存，也希望与中方相互尊重。尹锡悦还提出，旨在对抗中国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，如果邀请韩国，那么韩国将积极考虑加入。他承认，两个大国在博弈时，如果另一个国家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得模棱两可，是非常危险的举动，所以他公开希望加入被称为亚太小北约的美日印澳四方机制。这就是韩国的战略清晰。如果说这些话还不够清晰的话，尹锡悦还玩了几个花样。一是派出代表团访问美国，直截了当地要求美国在韩国境内追加部署萨德反导武器系统，并派遣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进驻韩国的军事基地。二是推动与日本达成和解，然后加强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。尹锡悦还希望美军以韩国军队恢复演习的规模，要向朝鲜发出更加强硬的信号，甚至还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。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事证明了一个道理：一个小国不能为了域外国家去得罪一个身边强大的邻居。尹锡悦与泽连斯基一样都没有从政的经验，但他好像又比泽连斯基聪明似的。泽连斯基是全面站队西方，遏制俄罗斯，甚至要求加入北约这个冷战时期构建的军事集团，要让韩国加入反华阵营，在安全事务上全面投靠美国，但是在经济发展上又不得罪中国，也可以这么理解，这就是利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来获利。韩国如果只是利用中美矛盾为自己谋好处，不刻意挑衅中国，好像问题还不太大。但是尹锡悦可能忘了自己的北方兄弟，他提出的以美军加强军事演习、扩大演习规模，甚至要玩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一套，等于是把韩国往火坑边上推。朝鲜最近刚刚举行的大阅兵，从洲际导弹到高超音速导弹都拉出来展示了一下，可以说该有的灭国重器朝鲜都有了。朝鲜与韩国的经济可是完全割裂的，能够轰击到首尔的火炮也是足量管够。如果尹锡悦想利用美韩军事同盟来打压朝鲜，那么是否会再发生一场延坪岛炮战的事儿，可就说不准了。美国知道韩国不大可能直接挑衅中国，但是有可能会推动尹锡悦去挑衅朝鲜，这就为东北亚出现军事冲突创造了一种可能。只要朝鲜半岛发生战事，就相当于把韩国变成了乌克兰，而尹锡悦就会变成泽连斯基的角色。美国会不会利用尹锡悦这个外行，在亚洲地区挑起一场军事冲突，从而消耗一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？这个还真的有可能。关键问题不在美国，而在尹锡悦上台后，是不是真的要把核弹、轰炸机请进家里，并与美国讨论如何展开针对朝鲜的大规模军演？作为一个政治家，要时刻注意规避风险。希望尹锡悦上台后，在做出决策时能够谨慎从事，三思而行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